你是不是也发现，这辈子你拼了命想要留住的人，最后大都会离你而去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个你以为可以依靠一生的伴侣，会在岁月的流转中跟你渐行渐远？那个你以为会永远陪伴在膝下的孩子，终究会长大成人，留下你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。而那些你以为可以交心到老的朋友，也总会因为生活轨迹的不同，在某个十字路口挥手告别，从此再无交集。很多人在深夜里掉眼泪，觉得这是世态炎凉，是人情淡薄。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残酷却又无比真实的真相，这不是别人变了心，这是宇宙间最基本的法则，也是佛法中常说的无常。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孤独的旅人，在这茫茫红尘里跋涉，我们真的太害怕孤独，太恐惧别离了。从小到大，社会的价值观都在暗示我们，一个人是不完整的，我们必须去寻找另一半，必须去建立家庭，必须去拥有广阔的人脉，这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。于是我们用尽全力去讨好，去妥协，去维系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关系。我们为了一句承诺而执着，为了一段感情而卑微，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都绑在了别人身上。你可以看看身边那些活得特别累的人，有一种母亲，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家庭，每天围着丈夫和孩子转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。20年后，孩子考上大学，去了外地，丈夫忙于事业，她一个人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突然觉得自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她会打电话对孩子抱怨，说我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常回家看看？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出去，却唯独忘了留一点给自己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越是抓紧那些东西，它流失的就越快，就像手中握着的沙子，你握得越紧，漏的就越多。你越是害怕失去，那种窒息的控制欲反而会把身边的人推得更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把生命的重心放错了地方。我们总是在向外求，求别人的关注，求别人的爱，求别人的陪伴，却不知道世间所有的相遇不过是因缘和合而生，缘分到了自然聚在一起，因缘尽了自然就会散去。我们眼中那些真实无比的亲情与爱情，在生命的本质上其实都只是一场短暂的交集。父母的生命周期注定他们只能陪我们走过人生的前半程，伴侣的心境也会随着业力的流转而发生变化，孩子更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课题要去面对。向外去寻找永恒的陪伴，注定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追逐，是一场注定会以失望告终的幻梦。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陪伴才能跨越生老病死，一直陪我们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呢？这世上真的有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人吗？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被无数修行者印证过的古老真相，人这一辈子真正能陪你到老，对你不离不弃的，其实只有2种人。这2种人少了一个，你的人生都算不得圆满。这第一种人从来都不在外面，他是谁？他就是那个你一直忽略，一直逃避，甚至一直嫌弃的你自己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本心，或者叫自信。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，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深奥，对吧？其实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本来就住着一尊佛，这尊佛就是我们清净没有被污染的本心，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它就一直默默地陪伴着你。你开心的时候，它陪你一起欢笑；你痛苦的时候，它在心底默默承接你的悲伤。可是我们长大后却把它弄丢了。
我们把它弄丢在喧嚣的城市里，让它沾满了贪嗔痴的灰尘。我们给自己戴上了无数的面具，去扮演一个好员工，一个好父母，一个好儿女。在这些角色的重压下，那个真实的自己被深深地掩埋了。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过去的岁月，有多少次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，你委屈了自己？有多少次为了维持一段早就千疮百孔的关系，你硬生生地咽下了所有的苦水？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做一个讨好者，当别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，你明明心里很不情愿，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句没关系，我来做。你害怕被别人讨厌，害怕被群体孤立，所以你宁愿牺牲自己的底线。可是你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你自己的心。那种深深的疲惫感和委屈感，会在每一个失眠的夜晚反噬你的灵魂，就像那个每天在职场上对着主管、对着客户点头哈腰的中年人。他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，回到家还要小心翼翼地照顾家人的情绪。他看起来好像拥有一切，有车、有房，有看似美满的家庭。可是每当夜深人静，他把车开进车库，熄了火，却迟迟不愿意推开车门回家。在那短暂的10分钟里，车厢里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他点燃一根烟，看着烟雾缭绕，心里涌起的是难以名状的孤独。那一刻，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快乐过了。那个曾经鲜活明亮、充满热情的自己早就走失了。这就是佛法里说的众生的苦。这份苦不是因为你没钱，也不是因为你没地位，而是因为你迷失了本心，带来了无尽的烦恼。我们总以为身边围绕着很多人，过年过节热热闹闹的就是幸福，却不知道如果你的内心是空虚的，即使你身处万人之中，依然会感到刺骨的荒凉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明明在聚会，却还是忍不住一直滑手机？因为那种喧闹只是表面的，内心的空洞并没有被填补。所以觉醒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向内走，去寻找那个迷失已久的本心。佛家讲明心见性，这个见性就是看见自己真实的本来面目。当你开始学会和自己独处，不再害怕孤独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了真正的修行。请你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避风港，从来都不是别人的胸膛，而是你充满力量的内心。当你把向外攀求的心一点一滴地收回来，安顿在当下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圆满的存在。你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也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来驱散内心的阴霾，因为你自己就是那一束最明亮的光。你可能会问，这种陪伴自己的能力到底该怎么培养？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一位大师。达摩祖师在少林寺的后山面壁了整整9年，在旁人看来，对着一面冷冰冰的石壁坐上9年，他是无比孤独，甚至有些凄凉的。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，那9年却是无比的丰富和圆满，因为他没有向外求，他早就与宇宙的本源与自己的本心融为了一体。我们都是身处红尘的普通人，每天要上班赚钱，要照顾家庭，当然不可能像祖师爷那样抛下一切遁入深山大泽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修行，我们依然可以在喧嚣的市井之中为自己修筑一座心灵的禅房。你要知道，孤独从来都不是一种惩罚，它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。人的心就像是一杯装满泥沙的水，当你每天在外奔波，被各种情绪和欲望牵扯的时候，这杯水是不断被搅动的，所以它看起来非常浑浊，你什么也看不清。但是当你愿意给自己一点时间独处，安静下来，不去搅动它，
那些泥沙就会慢慢沉淀到杯底。这时候，上面那层清澈见底的水就是你的本心。在孤独中，你可以彻底卸下所有的伪装，你不需要再对任何人陪笑脸，不需要再为了任何事去逞强。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到底在害怕什么？当你能够坦然地去面对自己的脆弱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甚至愿意原谅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时，你就开始和那个本心建立起了深深的连结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我不完美也没关系，原来我也有权利去拒绝别人。真正的生命其实只存在于当下这一刻，大脑里那些对过去的懊悔，对未来的担忧，其实都是虚妄的幻象。过去的心不可得，现在的心不可得，未来的心不可得。不管外界的风雨有多大，只要你能在心里留一个位置给自己，你内心深处的那股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，你会变得越来越从容，越来越平静。外界的那些喧嚣与是是非非，再也无法惊扰你内心的安宁。这就是你生命中最核心的底气，也是我们说的第一种陪伴。可是，人终究是群聚的生灵啊。如果生命中只有孤独的修行，虽然能达到内心的解脱，但或许还是会缺少了一份人世间的温暖与生机。佛家教导我们放下执念，但绝对不是要我们变成冷酷无情的石头。真正的慈悲，是在看透了世事无常之后，依然愿意用一颗温柔的心去拥抱这个世界。这也就来到了我们要讲的第二种陪伴。除了那个清静安定的本心之外，我们这一生还需要第二种人的陪伴。这第二种人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亲朋好友，也不是依靠血缘或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关系，而是与你心性同频，因缘相契，能够彼此度化，同向同行的善缘知己。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能够陪你到老的人。这种人可遇而不可求，他们是你生生世世修来的福报，是你灵魂深处的共鸣者。世间的关系大多是建立在需求和索取的基础上。我对你好，是因为我希望你也能对我好。我陪伴你，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孤单。这样的关系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，一个海浪打过来就会土崩瓦解。我们常常在关系里计算着投入与产出，一旦觉得自己付出的比较多，内心就会失衡，就会产生怨恨。但同频的善缘知己不一样，你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灵魂的相互认同与相互照亮上。历史上有一个千古流传的佳话，叫伯牙绝弦。伯牙擅长弹古琴，而钟子期最懂得欣赏。伯牙心里想到高山的巍峨，子期听了就说太棒了，就像泰山一样高耸。伯牙心里想到流水的潺潺，子期听了就说太美了，就像江河一样浩荡。后来子期过世了，伯牙痛失知音，悲痛万分。他觉得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听懂他的琴音了，于是把心爱的古琴摔碎，把琴弦扯断，终身不再弹琴。这就是同频共振的极致表现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如果你能遇到这样一个人，他懂你的欲言又止，懂你的弦外之音，在你落魄的时候，他不会轻视你，在你辉煌的时候，他不会嫉妒你。你们之间没有利益的纠葛，没有世俗的算计，只有纯粹的心灵交汇。怎么分辨一个人是你生命中的善缘还是恶缘呢？其实你的身体会告诉你。如果你和一个人相处，总是觉得特别心累，觉得自己必须伪装，一旦说错话就会被贬低，甚至每次见完面都觉得能量被抽干了，这就是消耗你的恶缘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，觉得特别放松，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做自己，哪怕暴露了缺点，也不怕被嘲笑。
每次交流完都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。这就是来度化你的善缘，这就是佛法中讲的善知识，他们就像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。当你陷入迷惘的时候，他们的一句话就能让你醍醐灌顶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，在一个宁静的午后重逢。他们没有世俗的寒暄，没有攀比彼此的成就，没有问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，也没有问你孩子考上了哪所学校，就只是一起坐在屋檐下，喝着一杯清茶，看着天边的云卷云舒。哪怕两个人相对无言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也不会觉得有丝毫的尴尬，因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，他们的灵魂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。很多人会问，这么神仙一般的知己，这么完美的善缘，为什么我都遇不到？其实善缘不是求来的，更不是找来的，而是吸引来的。宇宙间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法则，也就是佛家讲的业力感召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你的生命里。如果你整天充满了抱怨，内心充满了嫉妒和算计，天天想着怎么占别人的便宜，那你吸引来的必定也都是充满负能量的恶缘，你们只会在泥沼里互相拖拽。如果你想要遇到同频的善缘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心性。当你放下对外在关系的执着，开始专注于自身的修行，清理掉内心的垃圾，让自己的本心变得越来越清澈明亮的时候，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当你自身发出温暖的光芒时，那些同样温暖的灵魂就会被你吸引。这不是刻意的追求，而是宇宙能量的自然交汇。那个与你同频的人，自然会在因缘具足的那一刻出现在你的生命里。缘分就是这么神奇，它不早也不晚，就在你准备好的那一刻悄然而至。你不必去苦苦寻觅，你只需要安稳地做好你自己，一切美好的相遇都已经在路上了。当你真正明白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种陪伴，你就会对世间的其他关系有一个全新的认知。但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道理的顿悟上。这种陪伴自己、吸引善缘的能力，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去修炼的。不用觉得修行很难，古人说行住坐卧皆是道场。今天我为你整理了5个你看完这支影片后立刻就能开始做的微小行动。第一个练习，每天清晨或睡前的10分钟留白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每天一睁开眼就是铺天盖地的讯息，大脑时刻处于超载的状态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在每天清晨刚醒来或者夜晚入睡之前，给自己留出10分钟的空白时间。在这10分钟里，手机放远一点，什么都不去想，什么都不去做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感受自己的呼吸，感受生命在体内流动的奇迹。把注意力放在每一次吸气和吐气上，渐渐的你会发现，你内心的那个力量会越来越强大，不再那么容易焦虑了。第二个练习，行住坐卧的专注当下。我们总是被过去的懊悔和未来的担忧占据大脑，试着把心收回来，安顿在当下。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当你吃饭的时候，就专心的吃饭，不要配手机，不要想着等一下还要开什么会，好好感受每一粒米饭的香甜，这就是和自己相伴。当你走路的时候，就专心的走路，感受微风拂过脸颊的温柔，感受脚底接触地面的重量，这也是和自己相伴。在这些简单而纯粹的事情中，去慢慢找回那个走丢的自己。第三个练习，情绪波动时的关心与告别。人生难免会遭遇疾病、事业低谷，甚至亲友的生离死别。当你失去了一段真实的感情，或者面临关系的破碎时，请记住，
不要去哀求，也不要死死纠缠。当愤怒和悲伤涌上心头的时候，不要立刻被情绪带走，试着像一个旁观者一样，看着自己的情绪起伏。你只需要静静地给自己泡杯茶，感谢那段缘分曾经带给你的美好，然后体面地挥手告别。你要明白，每一次的放下都是对本心的一次擦拭，每一次的释怀都是在向那个同频的善缘更走近了一步。第4个练习，学会善护口业。佛家非常看重我们说出口的话语，你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种能量的发射。如果你总是抱怨生活，批评别人，说长道短，这些负面的语言就会变成一种恶业，反弹到你自己的生命里，让你的运势越来越差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多说鼓励别人的话，多说温暖柔软的话。当你停止抱怨，学会用善语去对待这个世界时，你的磁场就会发生改变，自然就会吸引到同样善良的人来到你身边。第5个练习，将一切逆境视为来渡你的老师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让我们痛苦的人，也许是刁难你的主管，也许是背叛你的朋友。从世俗的角度看，他们是坏人，但在修行的角度看，他们是来帮你消业障的逆增上缘。他们用伤害你的方式教会了你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放下。学会在心里原谅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做对了，而是因为你需要放过你自己。怨恨就像是你自己喝下毒药，却指望对方会死。把心里的怨恨清理干净，你的本心才能重获自由。减少无意义的娱乐和社交，把时间还给自己，把精力留给内心。去读一本充满智慧的好书，去听一首宁静祥和的古曲，去山野间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。当你能够在朵花开中看到整个春天，你的心就已经和宇宙的脉搏同步了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的容颜会逐渐老去，我们的身体也会逐渐衰弱，这是自然规律，无人可以抗拒。很多人在步入晚年的时候，会感到无比的恐慌，害怕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，害怕孤独，甚至恐惧死亡。可是，对于一个真正懂得陪伴真谛的人来说，老去从来都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反而是一场最美妙的收获。就像秋天的树叶，当它翠绿的时候，它拼命地吸收阳光，在风中摇曳。但当秋风吹起，它枯黄掉落的时候，它并不是死去了，它是落叶归根，回到了大地的怀抱，滋养了整棵树的根基。我们的肉体也是一样，它只是一栋我们暂时租借来的房子。当租期到了，房子旧了，坏了，我们这个灵魂的租客就要搬家了。既然带不走这栋房子，也带不走房子里的任何一件家具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了这些外在的物质和关系斗得你死我活呢？因为随着世俗欲望的剥落，你的本心会变得越来越澄澈，你不再需要为了生计奔波，不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。生命的旅程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，我们每天都在匆匆忙忙地赶路，却忘记了停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，看看自己那颗疲惫不堪的心。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时，曾经感叹：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拥有最圆满的自信，却偏偏要向外去乞讨那一点点可怜的安慰。我们就像是一个手里拿着金饭碗的乞丐，到处去向人要饭吃，这不就是人生最大的荒谬吗？所以不要再向外去寻找任何的依靠了。当你不再依赖任何人，不再把幸福寄托在任何事上的时候，你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就像心经里说的，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
当你的心不再被外物牵绊，没有了得失之心，自然就不会再有恐惧。无论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都请立刻开始这场向内的修行。不要说你没有时间，把心沉下来，把脚步慢下来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为自己留一片清凉的净土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和自己的本心促膝长谈，在那里，你可以和同频的知己神交万里。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微笑着对自己说，这一生我没有辜负自己，也没有辜负那些珍贵的缘分。我找到了那2个能够陪我到老的人，我收获了一个圆满而无憾的人生。这不仅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，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回报。以目前的你，如果你也渴望在这纷繁复杂的红尘中走出一段属于自己的清凉之路，我邀请你现在就在留言区留下一句你的善言，或者为自己、为家人写下一句祈福。让我们把这个留言区变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磁场。当你留下善念的同时，你也正在为自己种下善缘的种子。你可以写下愿本心长明，愿善缘相伴，让这份千古不灭的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。愿你的生命因为这2种陪伴而绽放出最璀璨、最圆满的光芒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